恭喜阿森納終於靠曼城瓜迪奧拉的倒數第二輪掉鏈子，提前一輪拿到了冠軍。其實十幾個小時以前，當老 K 打開新聞，看到瓜迪奧拉深夜跟隊內開了個視頻電話，向球員證實自己會離隊，而且關鍵是他對消息被洩露感到憤怒。看到這個新聞，老 K 當時就感覺很懸呀，因為馬雷斯卡將接任瓜迪奧拉的事早就已經鬧翻天。甚至老 K 幾個月前在馬雷斯卡切爾西離職的時候就已經料到，很可能已經私下跟曼城達成了某種協議。現在曼城追着阿森納必須要全勝，才有可能在最後一輪英超對阿森納奪冠構成威脅。所以這個時候你想瞞天過海，讓所有的人都不知道接下來的安排，那是不可能的。最關鍵，即使出現了意外，消息已經被泄露，我覺得瓜迪奧拉應該不動如山，裝作什麼都沒有發生，因為主帥的心態一亂，那麼整個全隊將士的心都會亂。果不其然，瓜迪奧拉昨晚的憤怒導致了今天曼城球員的集體低迷。昨晚深夜呢，瓜迪奧拉已經告訴了自己那些弟子。瓜迪奧拉確認自己將在本周日的賽季收官戰以後正式辭去曼城主帥一職，但他同時表示，因為離職消息提前泄露而勃然大怒。要我說呀，瓜迪奧拉，你要就誰都不要講，連自己的孩子、老婆都不要講。只要你自己泄露給了第二個人，第二個人給第三個人，一個傳一個，那總會天下皆知的，也沒有什麼好憤怒。特別是在足壇聚光燈下，又有哪個消息不會提前被泄露呢？那麼昨天晚上當地時間深夜，瓜迪奧拉緊急聯絡了所有的球員，親自確認自己將在執教曼城10年的輝煌後告別曼城。他的現行合同還有1年才到期，但江湖上早就鬧翻了，說是他的前助手馬雷斯卡將很可能接任他的主帥席位。但最關鍵的是，佩普瓜迪奧拉对消息提前泄露的時間點极其憤怒，尤其是在曼城一場關鍵比賽前夜。所以瓜迪奧拉為消息以這種方式爆出而向球員們道歉，這也讓他本人措手不及。就在短短幾天前，上周六，球員們還被告知瓜迪奧拉不會走，所以現在所有人都處在震驚之中。最近幾天對外，瓜迪奧拉一直對自己的未来闭口不談，反覆堅持說自己還有1年合同，但私下裡肯定是跟自己信任的人是透露了消息。那麼所以本周日將不僅是贝纳多、席尔瓦、斯通斯，也将是主教練瓜迪奧拉執教曼城的第593場，同時也是最後一場比賽。可惜的是，在最後一场比賽之前，今天就提前掉鏈子，拱手将本賽季的联賽冠軍送給了阿森納和阿爾特塔。所以曼城所有希望劝說瓜迪奧拉履行完最後1年合同的期望已然落空。要知道，前不久在足总杯決賽剛刚擊敗切爾西以後，俱樂部主席穆巴拉克還和瓜迪奧拉進行了談話。那麼現在曼城球迷們希望將擴建的北看台以瓜迪奧拉的名字來命名。羅馬諾昨天已經 Here we go， 馬雷斯卡即將成為曼城下任主帥，將簽約3年。還有他的助理教練卡瓦列諾也預計會隨他一起回歸曼城執教。朋友們，如果您覺得老 K 的節目做得精彩，請別忘了點個讚，謝謝。請別忘了點讚、熱推、評論、分享，謝謝。我總覺得這個頻道值得您點一個訂閱。咱們繼續。咱們先說說今天這場比賽，然後再回顧一下整個瓜迪奧拉曼城的生涯。今天這場球，曼城的丟球太輕鬆了。咱們的老熟人特吕菲爾左路突破後橫傳，科魯皮在中路右腳兜射破門。胡桑諾夫站在克魯皮的面前，對這個射門毫無辦法。下半場曼城一直狂攻，但反而是伯恩茅斯獲得了幾次機會，卻都被替補出場的戴維布魯克斯給浪費了，還打了一腳門柱。一直到了比賽最後94分鐘，在門前的混戰，伯恩茅斯的後衛想倒钩解圍未果，羅德里一腳彈射打中門柱，哈蘭德補射抽射破門將比分扳平。今天這場球要是萬一曼城最後反敗為勝逆轉，那麼場上伯恩茅斯的布魯克斯估計未來5到10年都要被阿森納球迷記在心裡。布魯克斯確實是曼城青訓出身，他第一個空門腳軟打得沒有力量，第二個又打了個立柱，這哥們2個絕佳機會也太菜了，替補是有原因的。今天這一切不僅讓人想到22到23賽季，阿森納在倒數第2輪不勝森林隊，送了曼城提前奪冠。3年後回旋鏢終於來了，這就是阿森納和曼城的羈絆。呱呱當然想在最後一個賽季拿到聯賽冠軍，但是將冠軍拱手送給自己過去的弟子阿爾特塔，這未嘗不是另一種羈絆，另一種傳承。
其實曼城球迷過去那麼多冠軍，在今天水落石出之後，也可以集體恭喜一下阿森納了。排除一些個人恩怨，其實過去的溫格也好，阿爾特塔也好，都是很有人格魅力的。阿森納槍手兵工廠終於拿下了渴望了22年之久的英超獎杯，終於重回歐洲之巔。想想老 K 年輕的時候看弗格森和溫格鬥法，那時只知道英超只有2個強隊，不是曼聯就是阿森納。而後來的阿森納竟然差點淪落到降級區，然後又經過一路拼殺，最終那個賽季衝到了聯賽第5。在此之前，當時阿森納已經2個賽季排名第8，跌入他們队史的低谷。過去的5年，一輪又一輪跌宕起伏，什麼都經歷過了，熬過了最黑暗的日子，也扛住了3次與冠軍擦肩而過的遺憾。現在阿爾特塔是終於拿到了那該死的獎杯，終究還是繼承了溫格的衣缽，如同20幾年前一樣。在3年的沉澱、3年的蟄伏之後，阿森納球迷拿到了他們最豐厚的獎賞。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義，那就是認清生活的真相後仍然熱愛它。是的，本賽季阿爾特塔也被球迷們罵慘了。即使一直排名榜首，但關鍵的運動戰不進球，老溫格教授留下來的美麗足球早就不見了蹤影。但是又有什麼關係呢？輸了贏了，槍手的球迷們永遠愛槍手。今天晚上一直熬夜看曼城比賽的槍手球迷，恭喜你們，20幾年的花終於開了，多少個日日夜夜，今天晚上你們就是最幸福的人。而对曼城的球迷來說，跟瓜迪奧拉要離開相比，其他一切都已經無所謂了，無足輕重。確實，呱呱執教的曼城經常會讓你感覺好像戰術有些過時，進攻沒有威脅，防守也像紙糊一樣。有時候曼城球迷會覺得全隊毫無章法。但老 K 客觀的看來，瓜迪奧拉就像少林正宗，他苦練內功抓的是根基。可另一方面，在精神氣質方面，確實和穆里尼奧是2個極端。這就導致有時候在歐冠的關鍵場次，或者是聯賽像今天這樣的關鍵場次，你會忍不住想罵這禿驢呀，他就是差點氣質。但這種差點氣質本來也就是出家人嘛，無欲無求，已經拿到了那麼多榮譽，當他轉身離去，江湖上只會留下哥的傳說。今天的比賽如果不算補時階段的高空轟炸，前面就是多庫有一腳射正，感覺曼城球員一拿球，對面3、4個就圍過來反搶，然後被打反擊，一直往返循環。曼城拿到球權也沒有什麼一腳出球，一直都在觀察，對方都布防的那麼到位了，在有球權的情況下，球到了前場，邊鋒狀態卻不行，打不進去，然後又是被搶球權，又被打反擊，一直在坐牢。下半場更離譜，曼城的中場可以說是完全失控，竟然被压着打。除了皇馬之外，本賽季最憋屈的也就是這一場了。羅德里单后腰的狀態現在撐不住對面的絞殺，本質上還是逼席爾瓦下去之後，沒人能幫羅德里分擔。羅德里既要承擔後場出球的任務，又要保護後衛，還要到前面去進攻，所以也做得多，錯得多。而沒辦法，對面呢，人家已經休息了9天，就是有體能来搶你，防守的到位率就是高，而且賽季最後一個主场還能進歐戰，肯定是盡全力。明年夏天，曼城的陣容還需要來一個推土機，或者能傳威脅球的，就看看安德森如果來了曼城，到底能不能有改觀。賽後，曼城的球迷在客場高唱着再留1年，再留1年，瓜迪奧拉。有人喜歡福格森，有人喜歡安切洛蒂，但在老 K 看來，真正的教練界的 GOAT 歷史第1主教練，當之無愧是瓜迪奧拉。在他執教曼城的整個過程中，最開始在歐冠關鍵戰總被批評戰術保守，換人狠之後，2021年的決賽0-1輸給切爾西，他排的首發遭到了質疑，一直到22到23賽季才徹底突破了歐冠。此前曾被諷刺為內戰內行，外戰外行。那麼過去這麼多年，在國內的杯賽，例如足總杯、聯賽杯，有些比賽他讓主力輪休，導致被爆了冷門。
尤其是16到17賽季，還有24到25賽季，瓜迪奧拉的教練生涯對部分球星的使用也有僵化之嫌，傷病管理也受到過質疑。比如像阿圭羅的後期，還有斯特林、薩內等等，都曾經被球迷指責不會用或者用不好。另外，德布勞內在他手下長期高負荷，23到24賽季重傷，賽季徹底報銷，也曾被批評為瓜迪奧拉總是透支他的核心球員。上賽季英超仅排名第4，歐冠8強，整個賽季沒有冠軍，這也是過去10年的第2次，第一次是16到17賽季。本賽季呢，足總杯和联赛杯拿到雙冠，但提前一輪英超冠軍拱手相讓，也留下了遺憾。但是瓜迪奧拉的封神时刻，17到18赛季100分夺冠，那是英超歷史的里程碑。18到19賽季國內4冠，英超加足總杯加聯賽杯加社區盾，也是英格蘭首次。22到23賽季的3冠王，歐冠首冠，伊斯坦布爾落淚之夜，我願稱之為瓜迪奧拉教練生涯的職業巔峰。所以在今天他真的要離開，在他留下了整整20座冠軍獎杯這個剛剛過去的時代，留下了許多令人難忘的時刻。2016年夏天，從一開始瓜迪奧拉就展現出毫不妥協的戰術理念。16年夏天，他出人意料地將英格蘭國門喬哈特排除在主力陣容之外，理由是喬哈特不適合他的傳控風格。當時這一冷酷決定受到廣泛的質疑，而接替者門將布拉沃也表現很掙扎。一直到後來埃德森的到來，人們才最終理解了瓜迪奧拉的用意，這為曼城建立了全新的技術標準。2017年10月份，在經歷第一個賽季的過渡期之後，曼城在歐冠賽場上發出宣言，他們2回合完勝薩里執教的那不勒斯，而那不勒斯被瓜迪奧拉稱為自己面對過的最佳球隊之一。曼城先是在主场2-1取勝，又在意大利客場4-2獲勝。這2場勝利讓他們在歐洲足壇真正贏得了尊重。那一年的國內賽場同樣很關鍵。那一年12月，曼城在老特拉福德2-1擊敗曼聯，幾乎就提前終結了聯賽冠軍懸念，也讓早期對瓜迪奧拉的質疑者徹底閉嘴。11分的領先優勢再也沒有旁落過。當西布朗隊擊敗曼聯的時候，曼城提前鎖定瓜迪奧拉治下首座英超冠軍。當時球員們展開慶祝之後，又很快重新集中精力，最終以驚人的100個積分、32場勝利、106個進球、19分的優勢，結束了他們統治的那個賽季。每一項都是新的紀錄，彰顯了瓜迪奧拉治下前所未有的統治力。而2018到19賽季，曼城和利物浦上演了一場扣人心弦的冠軍爭夺，勝負僅在毫厘之間。那些關鍵的時刻，斯通斯在門線上完成11毫米的極限解圍，保住了2-1擊敗紅軍利物浦的勝利。而孔帕尼在賽季末面對萊斯特城轟入一記雷霆萬鈞的遠射，最終僅以1分優勢驚險奪冠。那些歷歷在目的鏡頭，老 K 今天說起，仍然眼眶會忍不住濕潤。2019年5月，曼城在足總杯決賽6-0狂勝沃特福德，完成了英格蘭足球歷史上首個國內3冠王偉業。那一場勝利淋漓盡致地展現了曼城的統治力。到了20到21賽季、21到22賽季，瓜迪奧拉必須要重新塑造他顯得有些過時的戰術體系，而他的應變能力也得以充分體現。在阿圭羅受傷並離隊以後，瓜迪奧拉巧妙地圍繞韋9號進行了戰術的重構，為曼城又帶來了2座英超冠軍，其中一次是在賽季收官日0-2落後阿斯顿維拉的绝境下完成逆轉，再次力壓利物浦奪冠。在經歷了多年的挫折後，曼城終於在2021年首次闖入歐冠決賽，2回合總比分4-1輕鬆擊敗了大巴黎。雖然在第一次決賽失利，但這也標誌着曼城在歐洲賽場上的重大突破。2023年巔峰時刻終於到來，半決賽曼城先4-0橫掃皇馬，這堪稱瓜迪奧拉曼城最精彩的一戰，徹底打破了球隊的心理障礙。比席爾瓦、梅開二度、阿坎吉和阿爾瓦雷斯相继破門，總比分5-1，曼城晉級歐冠決賽。2023年的歐冠決賽中，羅德里在伊斯坦布爾攻入制勝球，曼城擊敗國際米蘭，在瓜迪奧拉之下第一次捧起歐冠獎杯，成就了歷史性的3冠王。至此，關於瓜迪奧拉歷史地位的最後一絲質疑也煙消雲散。2024年，曼城1-0領先熱刺，替補門將奧爾特加在比賽的最後做出關鍵撲救，擋出了孫興慜的單刀。也就是那個第86分鐘的撲救，直接幫助曼城創造了英超4連冠的紀錄。
阻止了阿森納在末輪前反超登頂。隨後哈蘭德就鎖定勝局。佩普瓜迪奧拉他不僅在2016年將一個土豪的球隊從有錢有球星无王朝无歐冠建設成2026年的今天6座英超冠軍，一個歐冠冠軍，一個3冠王，一個5冠王。曼城已經是英超的標杆，也是當之無愧歐洲第一梯隊。更關鍵的是，這10年來瓜迪奧拉掀起的一次次戰術革命，確立了英超現在傳控加高位壓迫的標杆。曼城的控球率常年保持在65%到80%，他們的壓迫強度一直是英超第一。而在改造後衛方面，斯通斯受益最多，從漏勺變成了一個優秀的出球中後衛。在中場的架構建設，從德布勞內到比席爾瓦到罗德里，建成了10年最強的中場。瓜迪奧拉一直在10年間引領着英超的技術化、地面化的潮流，他的執教能力頂級，為人也很出众。瓜迪奧拉以獨有的戰術風格給曼城斬獲了數不勝數的榮譽。當然，曼城本身財力很雄厚，但坐擁資本是一回事，兌現成績又是另一回事。瓜迪奧拉無疑完美的做到了後者。大家都知道他性格隨和，十分的接地氣，待人也友善也坦誠，向來樂於和所有人交流溝通。他帶隊接連拿下一座座冠軍獎杯，他的球隊的觀賞性十足。老 K 還是堅持自己個人的主觀觀點，我覺得他就是足壇史上第一的教練，沒有之一。過去人們以為沒人能比肩福格森，但瓜迪奧拉做到了。許多人包括老 K 也認為他已經超越了爵爺。今天無緣英超冠軍以後，這也是瓜迪奧拉執教生涯首次連續2個賽季未能在聯賽奪冠。這記錄也是十分的變態，不僅是在巴塞羅那、拜仁還有曼城，一個史無前例甚至後無來者的時代終於落幕了。是的，他也有他的缺點，許多人一度都覺得他的踢法有時候很沉悶，好像為了傳球而傳球。瓜迪奧拉的球隊總會用傳球把你傳到死，進一個球再把你傳到死，確實太沉悶。但是在和克洛普鬥法的過程中，我認為瓜迪奧拉也逐漸改變了自己看待比賽的方式，他的踢法裡現在多了一種緊迫感。所以老 K 認為瓜迪奧拉對英格蘭足球的影響是有史以來最大的，無論從好的方面還是壞的方面來講，他在教練這份職業上總是去思考那些人們意想不到的東西。瓜迪奧拉想出了其他人無法想象的戰術和打法，他的這10幾20年顛覆了所有人對足球的認知。15年的時間，他在巴薩是3座西甲冠軍，在拜仁3座德甲冠軍，在曼城6座英超冠軍，加起來3座歐冠，還有3座足總杯、5座聯賽杯和西班牙、德國的4座國內杯賽冠軍。僅僅從獎杯數量而言，過去的15年時間，瓜迪奧拉就是史上最成功的教練。而且毫不誇張地說，他也是毫無爭議歷史上最具影響力的教練。到了2026年，今天的足球之所以是現在這個樣子，最大程度上就是因為瓜迪奧拉。從來歷史上沒有一位教練的影響力會如此深遠，連米歇爾斯、連克魯伊夫都難以企及，並且受益於互聯網和當代足球的一切優勢，瓜迪奧拉將他的足球理念傳播到了世界的任何一個角落。所有的現代壓迫體系，包括克洛普，最終都源於瓜迪奧拉。所有現代的傳控打法也都源於他。他的 position play 已經成為了戰術上的霸權。這種霸權的程度和持續的時間之長，是此前足球領域任何意識形態都無法企及的。不知道還有多少老球迷記得當年那场對萊斯特城的慘敗後關於什麼是鏟球，關於這樣的疑問。瓜迪奧拉的球隊繞開了鏟球，以2種方式徹底改變了英格蘭足球。第一是如今人們都在談論如何從後場出球，以及 position play 的所有其他特徵。第二是過去我們以為英超很激烈，很難實現真正的壟斷，但是瓜迪奧拉的100分賽季，他的4連冠，他的國內3冠王，瓜迪奧拉實現了英格蘭前所未見的統治力，連福格森爵士過去也未能做到過，導致曼城的阿布扎比老板收穫了遠超投入的回報。當然，曼城在2016到17賽季的困境以後，斥資2.5億英鎊進行了補強，這也確實是許多非曼城球迷的詬病之處，因為瓜迪奧拉始終是在某個國家最強大的俱樂部執教，無論是在巴薩依靠球隊底蘊，還是純粹依靠財力。當然，這很大程度上也要歸功於瓜迪奧拉自己的能力，因為他是一飛沖天，並始終留在最高處，這是他那些最偉大的同行們始終難以做到的。沒有人做到過像瓜迪奧拉那樣一直贏下去，所以這也不僅僅是因為有了資源才能贏，而是資源如何放大了瓜迪奧拉作為教練本身的天賦。
最偉大的教練瓜迪奧拉被賦予了最理想的可能的環境，一切都是為他量身打造，所以他沒有完成過過去弗格森帶領阿伯丁奪冠，穆里尼奧帶領波爾圖稱霸歐冠那樣的逆天成就。瓜迪奧拉的執教生涯也就缺少了一種經典的逆襲的故事。另一方面，咱們要客觀看待，瓜迪奧拉在曼城也是和曼城背後的政治項目深度捆綁。众所周知，曼城不僅是足球史上資金最充裕的項目，更是一個體育洗白的項目。曼城是一個為阿布扎比和阿联酋投射權力的工具，包括在阿布扎比那些饱受批評的人权記錄，還有這個國家正在蘇丹支持快速支援部隊參與一場被聯合國調查團描述為帶有種族滅絕特徵的軍事行動。人權組織甚至呼籲英國外交部要調查曼城名義上的老板阿聯酋副總理曼蘇爾。不過阿布扎比方面當然都對這些指控表達了憤怒的否認。所以在這一切面前，瓜迪奧拉他獻出了自己的光環和自己的声譽加持，他的身份和曼城整個項目深度交織，還有瓜迪奧拉本身經常公開的談論政治。他曾經就巴勒斯坦問題發聲，但是在關於阿布扎比的危机中，他又扮演怎樣的角色呢？2018年，瓜迪奧拉因為佩戴支持加泰羅尼亞獨立領導人的黄絲帶，並公開的談論人道層面的政治自由，備受讚譽。但是在被問到他曼城的老板曼蘇爾是一個因為不尊重自由而受批評的國家領導人的時候，瓜迪奧拉給出了一個含糊其辭的回答，大意是每個國家都決定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所以瓜迪奧拉本可以去任何地方，不用來曼城，但他選擇了曼城，他也允許自己的足球聲譽為一個極富爭議的地緣政治項目提供了合法性。現在最後的一件事就是懸在曼城頭頂的達莫克斯之劍，英超聯盟對曼城的調查自2018年引發，雖然大部分指控都和瓜迪奧拉在俱樂部的時間無關，但如果被證實有罪，一個關鍵點在於瓜迪奧拉無法將一個時代跟另一個時代乾淨地切割開，因為他們是互相關聯的。而且瓜迪奧拉的大部分成功正是發生在這一龐大調查持續進行的過程中。曼城當然堅持稱自己無罪，但無論結果如何，到時候瓜迪奧拉已經不在了，他現在就要離開了。所以客觀講，每個人都有多面性，看待瓜迪奧拉也要從不同的角度。綜合來說，他的歷史地位如此之高，是因為開宗立派，他就是劃時代的戰術革新。從15年前、10年前、5年前，瓜迪奧拉展現的足球方式一直是屬於未来的足球。從重要性來說，他執掌曼城10個賽季，獲得了15座重要獎杯，平均每個賽季 1.5 個重要冠軍，而弗格森的22座重要冠軍是平均單賽季 1.05 座。穆里尼奧9座重要冠軍，平均單賽季 0.75 座；克洛普5座重要冠軍，平均单賽季 0.56 座；溫格10座重要冠軍，平均單賽季 0.45 座。現在記者爆料，瓜迪奧拉接下來將休假1年，未來只有國家隊的帥位才能讓他重回教練席。現在有2支國家隊深得他的青睞，一個是年少時期足球王國黃色戰袍的巴西隊，曾經讓瓜迪奧拉心生向往。他痴迷於巴西獨特的足球文化，始終關注着2002年世界杯後再也沒能拿過世界杯的巴西。還有老 K 多說一點，過去在曼城，每次有經紀人向瓜迪奧拉推薦新的球員，他都會先問一句：這個人能帶球嗎？無論他是什麼位置，甚至打門將，瓜迪奧拉都需要他有嫻熟的腳下技術。而能不能帶球這一點，巴西球員無疑是巨大的天賦。但現在巴西隊已經提前和66歲的安切洛蒂完成續約，與此同時，英格蘭隊主教練图赫爾也敲定了續約。英足總在图赫爾上任之前曾主動接觸過瓜迪奧拉，當時得到了瓜迪奧拉較為積極的反饋，但此事目前已告一段落，未來只能再議。而關於瓜迪奧拉是否會執教西班牙國家隊，可能性不大。前面也說了，瓜瓜喜歡在政治上發出聲音，他是一位堅定的加泰羅尼亞人。雖然自己在國家隊也曾經身披西班牙戰袍征戰國際賽場，但他的政治立場始終明確，不會選擇執掌西班牙隊的教鞭。所以接下來主要就看巴西隊、英格蘭隊什麼時候帥位能空出来。55歲的瓜迪奧拉毫無疑問仍然是足壇最頂尖水平的主教練，只是如今足球已不再是他生活的全部。長期高強度的執教生活不僅讓他失去了婚姻，也讓他急需一段休整期。多年征戰，雖然成就輝煌，也讓他身心俱疲。現在外界普遍認為，2年後的歐洲杯或美洲杯或許才是他可能復出的舞台。那麼過去瓜迪奧拉一直將2025年夏天曾經視為他在英格蘭執教生涯的最後結束日期。
他那時候以為2025年夏天就可以為自己輝煌的執教生涯畫上句號。但是瓜瓜是一個責任感很強的人。當曼城在25年夏天陷入困境，瓜瓜勇敢地站了出來。他和俱樂部的總監們合作，為曼城注入了新鮮的血液，為未來的成功奠定新的基礎。當3月份國際比賽日臨近的時候，瓜迪奧拉仍然沒有向俱樂部的高層和足球總監透露自己未來的規劃。當時他再次踏上了度假之旅，原本計劃直接飛向阿布扎比，畢竟當時曼城已經穩穩拿下了英國聯賽杯，但由於突發的美國和伊朗的衝突導致空域受限，所以他的度假計劃沒能實現。不過瓜迪奧拉還是外出度假了，從他回來之後的膚色更深，可以看出是去了更遠的地方。3月份，瓜迪奧拉認真權衡了各種情況，他深知自己必須盡快做出最終決定，這才能給曼城留下足夠的時間。而他的替補馬雷斯卡始終顯得從容不迫，對即將到來的曼城的新工作充滿信心。所以曼城方面也竭盡全力，高層對瓜迪奧拉要走的消息一直嚴格保密，能夠將這個秘密守到賽季的最後1周也算是非常出色了。當年克洛普宣布賽季結束後要離任，利物浦多賽1場，在英超積分榜上也領先5分，但這個消息引發了利物浦球迷們的情緒爆發。在那之後的17場比賽中，利物浦平均每場都會丟掉1分，最終以9分之差落後於最終的冠軍曼城，也讓曼城當時創造了史無前例的英超3連冠紀錄。所以從那一次，曼城汲取了教訓，這也是為什麼瓜迪奧拉3月份度假歸來，在準備全力衝刺的賽季的時候，沒有立刻公布任何消息。不過在今天的比賽之前，從情感和心理層面來說，今天比賽前的曼城球員的感受和当時利物浦球員已經沒有太大區別，所以最終還是遺憾地打了一場平局，提前丟掉了聯賽冠軍。那麼咱們曼城偏愛光頭教練，走了一個光頭，又來一個光頭馬雷斯卡。由於瓜迪奧拉提前給了曼城管理層時間，所以曼城得以现在早就跟馬雷斯卡談妥了一切。要知道，早在6年前，當時的總監貝吉里斯坦就已經將馬雷斯卡視為瓜迪奧拉的潛在替代者，而更早之前，馬雷斯卡能夠執教曼城 U23 是佩萊格里尼推薦的。到了曼城，馬雷斯卡曾經作為瓜迪奧拉的助手，參與了3冠王賽季，之後又去了萊斯特城，幫助他們升入英超，又到了切爾西，贏得了世俱杯冠軍。曼城現在希望保持自己球隊的穩定性，沒有必要進行重大調整，所以一直對意大利教練馬雷斯卡的工作能力印象深刻。接下來對馬雷斯卡的任命也合情合理。為了給瓜迪奧拉挑選替代方案，曼城曾經考慮過維埃拉、阿爾特塔以及馬雷斯卡，而馬雷斯卡深受切爾西球員的喜愛，還有熟悉他此前在曼城工作的人也都对他評價很高。另外還有一些球迷更歡迎的潛在人選，包括哈維·阿隆索、路易斯·恩里克，還有拜仁的孔帕尼。特別是孔帕尼如今帶領拜仁表現正佳，所以未來馬雷斯卡接手曼城需要克服的首要障礙，也就是他過去那些潛在的對手們現在都狀態正佳。但是馬雷斯卡這件事情啊，現在切爾西已經很憤怒，他們將要求曼城就馬雷斯卡支付賠償，否則會採取法律行動。因為已經有指控稱馬雷斯卡在擔任切爾西主帥期間，曾經和曼城方面進行過接觸。上個月在洛杉磯舉行的一次會議上，切爾西的聯合老板埃格巴利曾經被問到馬雷斯卡的離職，他當時說，這一個改變並非俱樂部的決定，出於法律原因，我無法透露詳情，但我認為原因會在適當的時候變得很清楚。但是這不是我們想要做出的改变。當改變體系和人員配置的時候，這對我們的賽季產生了一些負面影響，我們必須努力擺脫這種影響。所以馬雷斯卡執教曼城，切爾西很可能會獲得一筆合同的賠償金，因為許多人都跟老 K 一樣在懷疑，馬雷斯卡是為了來曼城才提前在切爾西主帥的位置上開炮，導致他自己的離職過程非常複雜。而藍軍切爾西現在仍然握有馬雷斯卡合同中的相關補償權利，現在都認為如果切爾西向曼城提出賠償要求，金額不會低。去年12月30日，切爾西對伯恩茅斯2-2戰平，馬雷斯卡和切爾西高層的關係徹底惡化。賽後他以自己身體不舒服為由，直接缺席媒體採訪，並被證實確實是馬雷斯卡本人拒絕出席新聞發布會。接下來賽後他和俱樂部高層面對面會談，明確表達了辭職意向。幾天後就正式離開了切爾西。不管怎麼說，在賽季中途主動拋下自己的球隊，馬雷斯卡被指不夠職業。現在《每日電訊報》爆出，
馬雷斯卡曾經2次在去年的10月和12月告知切爾西，他自己正在和曼城高層就潛在的主帥職位進行談判。還有切爾西的跟队記者表示，在切爾西的時候，馬雷斯卡並不喜歡別人插手他的事兒，包括醫療部門對他的建議關於球員誰能上誰不能上。切爾西俱樂部內部人士甚至聲稱，馬雷斯卡有時候無視醫療部門關於某些球員上場時間的建議。但是在切爾西內部，球員們都很尊敬他，尤其是說西班牙語的球員。馬雷斯卡的訓練課非常注重細節，他甚至把訓練基地布置得像個露天汽車影院，把一塊巨大的電視屏幕推到球場上播放比賽錄像。馬雷斯卡用这些錄像來幫助球員們理解自己應該站位的具體細節。看着可愛的呱呱離去的背影，這對英超、對曼城，甚至對所有的球迷來說都是令人難過的一天。阿尔特塔和阿森納更多時候是以防守的方式和定位球做到贏球這一點，但就瓜迪奧拉在曼城的這10年執教生涯，無論是邊後衛內收為9號的體系，還是在歐冠決賽中讓斯通斯踢中場，瓜迪奧拉都創造了一種讓人熱愛足球並以正確方式踢球的體系。他是一位真正的偉大的教練，也是足球的創新者，真正的戰術大師。日暮酒醒人已遠，滿天風雨下西樓。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花開花落自有時，人來人往終別離。再見吧，瓜迪奧拉，希望很快能夠在球場上再見。那麼今天阿森納時隔22年再次拿到聯賽冠軍，澤凱賴什也成為19年來首位贏得英超冠軍的瑞典球員。阿森納的球員們立刻在訓練基地用獎杯紙板慶祝奪冠，但現場阿爾特塔不在其中。這幫可愛的槍手球員們是來到了訓練基地，一同觀看了曼城這場比賽。比賽的結果最終也如同他們所期望的那樣，也最終讓自己能夠提前成功加冕。現在阿森納的奪冠遊行暫定於當地時間5月31日舉行。5月30日，阿爾特塔的球隊將在歐冠決賽對陣大巴黎，比賽在布達佩斯。如果再贏一場歐冠決賽，那麼就有機會慶祝雙冠王。雖然奪冠遊行的具體路線還沒有確認，但在前幾年23到24賽季，當時阿森納最後一輪錯失聯賽冠軍，當時區議會就提前擬定過遊行路線，計劃從酋長球場出發，途經德雷頓公園、奧貝爾公園、海布里格羅夫、聖保羅路上街，最後返回酋長球場。今天的北倫敦，阿森納球迷已經湧上街頭，慶祝時隔22年重奪英超。倫敦多個核心區域都被身穿紅白球衣的阿森納球迷佔據，從酋長球場周邊，再到皮卡迪利廣場，再到泰晤士河的兩岸，大批阿森納球迷們自發地走上街頭，高唱队歌，揮舞着圍巾和旗幟，整座城市仿佛被紅白色的浪潮席捲。今天5月19日還正是阿森納左後衛卡拉費奧里的生日，真是史上最棒的生日。大米先生賴斯也趕緊發了 ins， 他寫道：我早就跟你們說過，我們做到了。有意思的是，阿森納過去4次奪得英超冠軍，4次不同的球衣胸前贊助商也不同。這裡01到02年胸前還是世嘉遊戲機 Dreamcast。更有意思的是，這4次亞軍也不同。97到98赛季亞軍是曼聯，01到02赛季亞軍是利物浦，03到04赛季亞軍切爾西，25到26赛季亞軍曼城。著名的節目主持人皮尔斯·摩根終於可以驕傲地更新社媒了。他寫道：是的，阿森納全隊表現非常出色。是的，球迷令人難以置信。是的，俱樂部老板去年夏天給了巨大支持。但正是阿爾特塔的眼光、激情、智慧、勇氣和決定，幫我們贏下了聯賽。謝謝你，阿爾特塔。老 K 和老 K 的兒子呀，也非常喜歡看阿爾特塔當時剛刚執教阿森納的那個紀錄片。此情此景，也推薦朋友們再看一遍。冠軍確實是阿森納應得的，確實是阿爾特塔應得的。阿爾特塔是對的，執教槍手7年，終於登頂。
過去這7個賽季，他分別奪得了第8名、第8名、第5名、第2名、第2名、第2名和第1名冠軍，真是一步一個腳印慢慢走過來，翻山越嶺總會讓他們看到你的光亮。所以兄弟們，任何時候不要放棄对生活的希望，前路再漫長，終有出頭之日。阿尔特塔終於完成了從一個稚嫩的名帥蛻變成世界頂級主教練，而且他的阿森納沒有一個賽季的排名比上一個賽季比之前更差。那麼接下來的3年就請繼續連冠吧。守得雲開見月明，輕舟已過萬重山。今天他也是在過去2位好友的幫助下贏得英超冠軍。先是提拔過他的埃弗頓主教練莫耶斯幫他3-3逼平曼城，今天又是伯恩茅斯的伊勞拉帮他1-1再次逼平曼城。除了义父莫耶斯、义兄伊劳拉，他還有個干兒子格伊。今晚的庆功宴，這3位不來呀，不能动筷子。當然，伊勞拉這個人呀，總是六親不認，也是在主場暴打了阿森納的。畢竟伊勞拉年輕嘛，他需要成績來為他未來娶豪門執教做鋪墊。而且今天的比赛可以看出，伊勞拉基本很快就能做到這一點了。未來英超6大豪門，包括皇馬、巴薩，誰能請到伊勞拉，大事可圖也。好的，朋友們，今天 U17 中國隊又2-0戰勝了澳大利亞，成功挺進決賽。上半場周雨诺前場完成搶斷，帥維浩大破僵局。下半场到了補時階段，替補出戰的謝晉破門，鎖定勝局，連續戰勝沙特阿拉伯和澳大利亞。接下來打日本，這賽程的含金量高啊！過去中國成年队在亞洲範圍內最怕的3支隊伍，希望最後的決賽能成為09年這批球員成長的推進劑。老 K 今天還在加拿大理直氣壯地說了一句：現在的意大利青訓太差，甚至不如中國青訓。為什麼敢說這句話？就是因為咱們國青隊剛剛戰勝了意大利的國青隊。說實話，這一屆中國 U17 實力還是不如日本，但是狹路相逢勇者勝，弱隊永遠有機會贏強隊。5月22日 U17 亞洲盃決賽，希望大家關注。好，看看其他方面，關於巴西國家隊名單的爭議越來越大。佩德羅本賽季直接參與26球，在巴西隊陣中僅次於維尼修斯和拉菲尼亞，就這樣也能落選，實在太扯了。安切洛蒂安胖子意大利人，什麼都講關係。而且老 K 再補充一點，這樣的若昂佩德羅在切爾西俱樂部還沒有點球主罰權，要不然可能再多5個球。所以僅此一點，今年巴西隊在世界杯的前景老 K 覺得堪憂。而且在巴西隊公布名单的時候，包括佩德罗的家人在內，大部分人都認為他鐵定入選。所以佩德羅一大家子都聚在一起觀看直播，等待佩德羅的名字被播報。然而事實卻讓他們大失所望。气不過的切爾西官方社媒立刻宣布若昂佩德羅當選球隊賽季最佳，還將社交媒體的頭圖換成了佩德羅的照片，並連續發布了多個動態。實在有些不公平，確實有些不公平。現在巴西媒體透露，在公布名單前，安切洛蒂有2份名單，就是在內馬爾和佩德羅之間猶豫。但必須表揚若昂佩德羅，在經歷了巨大的失望之後，他更新社交媒體進行了回應。他寫道：我一直都在盡自己最大的努力，遺憾的是我没能實現代表國家參加世界杯的夢想，但我依然保持平靜和專注，就像我一直努力做到的那樣。快樂和失望都是足球的一部分。從現在開始，我祝福所有在那裡的人好運，而我也會像另一名球迷一樣為他們加油，希望他們把第6座世界杯冠軍帶回家。老 K 啊，都不說內馬爾這個名額，關鍵其他的人除了維尼修斯和拉菲尼亞，又有誰比佩德羅踢得更好呢？真是選了一堆老弱病殘，偏偏不選你。好，另一方面，皇馬已經正式告知巴爾韋德，下賽季巴爾韋德將擔任球隊的第1隊長。老 K 估計這個決定也受到了穆里尼奧的首肯。最新的新聞，皇馬有高層曾經勸阻老佛爺不要引進穆里尼奧，
認為穆里尼奧已經過時，因為過去的8年，穆里尼奧沒有執教過歐洲頂級球隊，也只贏得過一個羅馬隊的歐協聯冠軍。而且這些皇馬高層提醒老佛爺，每次穆里尼奧離開的時候，俱樂部的狀況都糟糕透頂。但是老 K 提醒一句啊，安切洛蒂當時淪落到執教埃弗頓，也被認為已經過時。鐵血重建時期，穆里尼奧非常合適，尤其是面對像幼兒園一樣的更衣室。咱們的魔力鳥什麼刺兒頭他沒見過。好，那不勒斯方面，孔蒂已經決定要離任，而那不勒斯不會支付任何遣散費。好，今天雖然英超的冠軍懸念已經揭曉，但是降級這一出戲，托特納姆硬生生給加了一場。他們今天是客場1-2輸給了切爾西，將自己保級或者降級的懸念留到了最後一輪。托特納姆熱刺將对陣埃弗頓。今天比賽第17分鐘，切爾西恩佐先轟入世界波。下半場第67分鐘，恩佐助攻，桑托斯破门2-0。比賽第75分鐘，薩爾漂亮的脚後跟傳球，里沙利松破门1-2。熱刺队要是這也降級，那真是絕了。西汉姆联都給了你們多少次機會？本賽季開始時，誰又能想到這個賽季英超收官一輪，最大的看點是熱刺能不能保級？西漢姆聯的球迷們呀，今天是感謝切爾西，終於給他們留住了一絲絲小希望。而熱刺球迷同時擁有特爾加穆阿尼，也算是一種福氣吧。而且比賽還一直就打特尔这一邊，把切爾西球迷都給看笑了。技術粗糙得令人发指，真是忍不了。特爾這種球員拜仁直接甩賣，突破不行，速度不行，傳球更不行，射門就沒見他射過。這樣的特爾能踢英超嗎？所以正如老 K 之前所說，熱刺的前鋒三叉戟、突頭槍組合，整個英超都沒有比他們更差的了。好吧，大家都集中精力看一下英超最後一輪的唯一懸念，下賽季是否還會有北倫敦德比？那麼切爾西通過熱刺也終結了自己英超聯賽的7輪不勝，所以吃飯睡覺打熱刺，如果輪輪都能打熱刺，切爾西甚至能拿冠軍。不過熱刺要是場場能踢曼城，也能夠拿到大把的分數。曼城、切爾西、熱刺這三者形成了完美閉合的回路。切爾西官方賽後還曬出了自己英超主場對陣熱刺的歷史戰績，22勝11平1負。作為同城死敵，德比戰嘛，向來就少不了嘲諷。前熱刺的舊將隊長小雷德克納普在解說的時候表示，熱刺去年的低迷絕非偶然，他們正在夢遊般走向降級。而過去的熱刺舊將奧哈拉今天在觀看了直播之後直接開罵。他怒不可遏地說，熱刺就是垃圾，活該降級。我們熱刺簡直一無是處，每一場比賽都是如此，每次看我們熱刺踢球簡直一團糟，垃圾俱樂部，我們完全亂了陣腳。而且今天死敵阿森納還鎖定了英超冠軍，這比離婚還要糟糕，簡直一團糟。好吧，誰讓他們今天打切爾西呢？切爾西在队史上英超已經39次击敗熱刺，比对陣其他任何對手都要多。中國隊過去有恐韓症，熱刺呀多少有點恐藍症。那麼足球世界實在太精彩了，感謝大家的陪伴。如果可以的話，請別忘了點讚、評論、熱推、分享，也別忘了點個訂閱，謝謝。